哎，再来点，再来点，给我再来点。好，还行吧。这茶不错，茶气足，确实挺好，有一股特殊的香气。真的假的？那领导不是鼓励我吧？不是真的。哎，让我们带点走。行。那好，沙书记，那你得给我们山茶做做广告。莫雅，听说你在荆州还有套别墅是吗？谁说的？王大陆吧？那肯定是王大陆。沙书记，这事儿我给你解释一下。解释。哎呀，你解释啥？又没问你，听毛亚的。就是，沙书记，我跟你说啊，王大陆发了，那个要给我们股钱，我没要。后来他就在荆州帝豪园一次买了3套别墅，他自己留了1套，给我和欧阳靖1人1套，我们俩老公谁都不让我们要。这房子的名字就写在那个王大陆名下了。听说欧阳靖去住过。啊，你没去住过，那可是荆州最好的别墅群了。我们家人这么少，住那么大的别墅多浪费呀！在我们自己家里，吃的也香，住的也踏实。赵瑞龙啊，是个混账王八蛋！怎么了？沙书记，给您的茶。哎呦，那么好的茶，又喝又拿的，不虚此行啊！沙书记，你说茶好，你可别忘了替我们做宣传啊！又来呢，沙书记哪有时间宣传？怎么没时间了？一定给你宣传。莫雅，谢谢你亲手炒的茶。欢迎您经常来啊！好，老易啊，25年的政处，无论调到什么单位，都是任劳任怨、勤政廉政，让我们确实很感动啊。李学习，给你提个要求，不知你能不能同意？什么要求，沙书记？你那10张图，我想都带走，行吗？都是公家东西，你拿走就是。你不用了？不用。舍得吗？舍得。听见没有？卷起来，都拿走。好，我都拿走。我得带回去让大家看看，咱们基层的干部是怎么工作的。老田呐，啊，关于帝豪园的事儿，你还得再核实一下。现在任用干部，特别是重要干部，一定是慎之又慎的。沙书记，我早就查了个底儿朝天了，是和组织部联合查。那就好。啊，另外你还得查一查，像易学习这样没有政治资源，想为老百姓做事儿，又有能力做事的干部，这些年来埋没了多少？要是有，全都挖掘出来，给他们一个能干事业的平台。对，早就该这样了。汉中的官场风气啊，早就该改改了。就从这一批厅局级干部的任用开始改吧。好。你走之后，赵立春来过电话，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正经事儿。有没有提美食城和赵瑞龙兄妹的生意？人家当领导的，能这么直接问吗？那具体说了些什么？都是一些官话，说什么我们要珍惜汉东改革开放的大好成绩，要支持新书记沙瑞金的工作，还说
要大团结，五湖四海，不要搞小圈子。好话全让他说了。哎，有没有提到侯亮平？提了，提到他拦车的事儿，但是好像说得很随意。这赵立春哪有随意的事儿？你怎么回答的？按照你一贯的原则，热情、礼貌，但一问三不知。那就好。现在该考虑和赵立春切割了。切割？怎么回事啊？赵瑞龙这么肆意妄为，我看他们赵家的丧钟该敲响了。大哥，到床上睡去吧。我这人命苦，一上床我还真睡不着了。荆州城市规划图在什么地方？给我找出来，我准备挂上。嫂子不让挂。哎呦，行了，以前天天吵，现在想吵，没得吵了。华华，你精神真好。看了一夜的电视剧，你就不困？你别跟我说话，今天我烦你。怎么了又？侯局长、陆处长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开始了。欧阳行长，想的怎么样了？什么怎么样啊？零口供。你们零口供结案吧。欧阳静，还不想谈是吗？没关系。你要是不想谈案子，我们今天就聊点别的。聊什么呀？海阔天空，随便聊呗。龙哥，
侯亮平的材料我们一直在做着，可进展不太顺利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对侯亮平几乎是一无所知，现在也所知不多。所知不多，那多少还是知道点吧？是知道点儿。有一条重要线索，这个侯亮平跟大风厂那老板蔡成功，他们俩是发小。这不就可以做文章了吗？何况那蔡成功还在监狱里。他是在监狱里，可这蔡成功他是116事件的关键人物，又是欧阳菁受贿案的举报人，省检察院、市公安局都盯得很紧。盯得紧就没办法了，你动动脑子啊！动脑子了，我都绞尽脑汁了，还是没办法。哎，不是，你说这个侯亮平他也真他妈绝了。怎么绝了？这蔡成功跟我说啊，侯亮平连他送的烟酒都不收。真的假的？我怎么那么不信啊？啊，他圣人啊！欧阳行长，我能问你一句题外话吗？你跟李达康书记是怎么认识的呀？其实那时候，好多人追我，但是我最后还是选择了从农村来的李达康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一袋海蛎子。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，李达康浑身上下都是泥，身上背了一袋海蛎子。他说他挖了一晚上，只因为听说我喜欢吃。听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挺感动的。如果我男朋友也能这样，我早就嫁给他了。我当时觉得，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。我父亲死得早，所以呢，我总想渴望找一个如父如兄的一个男人来照顾我。我当时真的觉得我找到了。就从这个蔡成功身上打开缺口。只要是他咬着侯亮平不放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你们现在要做的啊，就是要让蔡成功知道，他别再对这侯亮平抱有幻想，别以为他是什么反贪局长就能把他从监狱捞出来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允许，明白吗？龙哥，这点你想错了。我现在重点的研究对象就是蔡成功。我忽然发现这蔡成功他不想从监狱里出来，他倒是想好好的坐牢呢。他有病啊，受内狂。也不是，他欠债太多了。那些高利贷的债主到处找他，他被抓到过2回了。我跟你说，龙哥，这蔡成功被关过狗笼子，还坐过老虎凳呢，你说那滋味能好受吗？明白了，合着他是想藏到监狱里躲债是吧？没错，这蔡成功是想在监狱里安度晚年了。不允许啊，绝对不允许。我们啊，必须得让他接受这个民间的惩罚。那，然后呢？李达康书记是骗子，骗了你的感情。他要真是个骗子，我也不会那么绝望。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对他还是挺满意的，家务活他都全包了。那时候的工作呢，也没有这么忙，工资上交。虽然这个人有时候挺无趣的，但是我觉得只要对我好，我也不会计较什么了。你说是吧？是啊，其实我们女人挺简单的，只要他们心里有我们，什么缺点我们都可以容忍。这心里有，也不一定非要表达出来吧，这得等关键时候啊。什么就关键时候啊？爱情当然要表达出来，哪有那么多关键时候？林检察官，还真有关键的时候。我有个弟弟，比我小8岁，他那年大学毕业，就想通过李达康找一个好点的工作。其实那时候他已经是荆州市委书记的秘书了，也就一句话的事儿，可是他
他就是不帮这个忙。然后你就对他失望了？我对他真是太失望了。那是我的亲弟弟，他都不帮这个忙，他真是太自私了。典型的小女人心态，就觉得男人理所应当的应该为他们付出，付出所有，付出一切，也不管合不合理。如若不然的话，立刻对男人、对世界充满了失望。这欧阳菁的心啊，柔软敏感，碰上李达康这颗坚硬的心，就发生悲剧了。我倒是觉得，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就像大鱼和小鱼缸，搁在一块儿当然痛苦了。这欧阳菁的鱼缸里放上一条小鱼就合适了。所以合适太重要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在等大鱼呢？是啊，这小鱼啊，是一定会淹死我浩瀚的海洋里的。那赵东来算不算大鱼？哎呦天哪！赵东来同志是鱼还是虾，还说不定呢。你别怪我多嘴啊。陈海现在的情况，能不能醒过来还不一定呢。就算是醒过来，也不一定能过上正常人的日子。我了解他，他宁可去死，也不会拖累你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还年轻，也该为自己想想的。其实赵东来这人啊，不错。你就别乱点鸳鸯谱了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有数。你想啊，这借钱给他的都是什么人啊？全是普通老百姓啊，挣那点利息就是为了贴补家用，结果让这蔡成功给骗得血本无归，啊，他还逍遥的在监狱里待着，这怎么行啊？咱们人民的监狱啊，绝不能成为这种老赖的藏身洞。龙哥，可他已经进洞了，也不好弄出来啊。那你就把这民间惩罚给他引进去啊！你必须得让他感到恐惧才行，明白吗？他是感到恐惧了。不光是那些高利贷的债主在找他，还有那些大风厂的持股员工。116之夜，这小子差点被自己的持股员工给打死。进了看守所之后，又挨了我表弟长城虎的一记重拳。这些持股员工是个麻烦。听说前些日子他们还到山水庄园闹过，是吗？可不是嘛，闹过一阵子。后来他们知道是蔡成功的责任，也就不再闹了。让他们到看守所闹去，啊，让他们找这个蔡成功的老婆孩子闹去。你还别说，龙哥，现在还真有人合计着要绑架蔡成功的儿子呢。蔡成功的老婆很狡猾，她有3套房子，最近这2个月一直住在和平路的这套房子里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你见过他儿子吗？我见过，蔡成功的老婆送他儿子上学时见的。大哥，你看，就这孩子，这上面有2个孩子，哪一个是蔡成功的？穿白衣服的叫蔡英俊，小学5年级的学生。和李达康生活的时间越长，你就越绝望。其实不光是对我们娘家，对我那些朋友，就是对他们家的亲戚，他也是什么忙都不帮的。这也应该理解，李达康书记啊，这是坚持原则。什么坚持原则呀？他是太爱惜他的羽毛了。我觉得李达康官做得越大，就越不关心我们母女了。在外人看来，我是嫁了个高官的丈夫，是个成功的女人。可是我心中的苦恼，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我们结婚20多年了，他没给我过过几次生日。李达康书记工作忙嘛，这也可以理解。理解什么呀？我就不理解。
如果我男朋友要是不记得我的生日，不给我过生日的话，我肯定请他永远消失。这真是悖论。我敢肯定，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李德康。从做人来讲呢，他太无情，只爱惜自己的羽毛；可从做官的方面讲呢，他又是个清官好官。因为如果你只普惠家人，就很难做到普惠天下。中国呀，就是个人情社会，这样的清官反而不受待见。你看老百姓出了事儿吧，个个都要去找包青天，但是你生活当中呢，有个包拯，有个海瑞这样的清官在自己身边，反而就不喜欢了又。现在很多人呢，都缺少博爱精神，离得越近的越爱，越远越不爱，重私利，轻公义。这前段日子不是有个电视剧，一个贪官对小三有情有义，让无数女性痴爱，就是因为他有情有义，这贪腐的罪孽竟然被原谅了。典型的小女人心态，就像你说的，重私利，轻公义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也可以适当的做一回小女人。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？欧阳菁的生日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看看卷宗嘛。真的？这生日蛋糕啊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保密功夫做得够好的呀。这是惊喜。蔡成功的女人怎么想起来把蔡英俊转到这间小学呢？这间小学可是重点小学，不容易进的。估计是花钱了吧？这年头，只要愿意花钱，啥办不下来。看来蔡成功还是有钱啊。肯定有钱，只要抓住蔡成功这个王八蛋，咱们的钱肯定回来了。上次讨债公司一上门，人家的钱不就回来了吗？蔡成功现在进了看守所，便宜这小子了。便宜他，不能便宜他儿子。不过大哥，这所小学离检察院不远，咱得小心点。作为他的老婆，我甚至几天都见不着他的人影儿。我女儿又在国外，有时候回到家里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我真的没有精神寄托，所以我只能看看韩剧，暂时忘掉一些烦恼。这蛋糕以谁的名义送啊？以华华的名义吧。他们今天啊，聊得挺融洽的。华华，今天是欧阳菁的生日，侯局长为他准备了蛋糕，就以你的名义送给他吧，适当的时候告诉他。我能理解，尤其是在李达康书记这种工作狂男人面前。你知道什么叫同床异梦吗？我跟李达康就是同床异梦。他的梦就是工作工作，疯狂的工作，而我的梦是想找一个我依靠的男人，爱我、疼我、理解我。这也是咱们大多数女人的梦啊。啥大多数女人？咱们处长老陆他就没有这种想法。老陆那是女人吗？他那是梁山好汉。那我开涮，胆儿也太大了，这俩人。哎，他们是忘了你的存在。不，这也是你导演的吧？哎，故意笑话我是吧？这绝对是他们即兴演出啊！不过你听听也无妨吧，别一天到晚跟个刺猬一样，再大的鱼都被你吓跑。这欧阳菁倒是柔软了，软的连骨头都没了。我只是让你稍稍的变一点点，也不用很多啊。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，私认为，只有那些封建思想特别重的小男人才会喜欢所谓柔软的女人，那些个性强而独立的女人的存在本身，对他们来说已然是致命的一击。哟，我的小心脏啊，就很受打击。得了吧，咱们什么时候送蛋糕啊？再等等吧。你看欧阳菁，已经开始敞开心扉了。我这一生就毁在那点海蛎子上。其实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会选择另一个人，可能会拥有另一个人生。欧阳行长，
你说的这另外一个人是指王大陆吧？你的大学同学。可是，就算你选择了王大陆，就真的能拥有另外一个人生吗？年轻的时候，你会忽略很多人和事儿。到了我这个年纪，才知道，当时后悔没有好好珍惜，后悔药难吃，老天爷不会再给我第二次机会。是不是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呀？其实也不是，有时候一个人的品质是要经过岁月的磨练才能显现出来的。其实当时王大陆在学校的时候不是那么显眼的，但是他总是在我人生的节骨眼上及时地出现在你面前。欧阳的失败完全在于拒绝成熟，拒绝长大。有些品性在少不更事的少女身上很可爱，在中年妇女身上就有些可悲了，甚至可笑了。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这么想呢。哎呀，大陆啊，我真的佩服你，你对欧阳看得很准，还有心情跟他这么周全。大康啊，这就是你我的不同。对于我们自己的亲人，我们不要太过于苛刻，即使他们的步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，我们也不要抛弃他。所以说呀，我不是个好丈夫。我也知道欧阳的内心不够成熟，但是我真的提不起情绪来跟他周旋。大康啊，你的心真是够冷的，从来只想着你自己的工作。我真的愧对他。你们知道，我跟李大康结婚20多年了，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就是这次离婚。为什么？他答应了我所有的要求，把能给我的都给我了，包括他用专车送你去机场。对，其实我当时知道他挺为难的，但是他还是送我到机场。这个李达康啊，真是，是不是情商低呀？这女人哄哄就是了，连我儿子都知道。女人干嘛要哄啊？这自己对自己都不负责任，凭什么人家对你负责任？我就是感慨一下，怎么又跟我杠上了？我今天就是要杠你这个大男子主义。我也就这点主意了，在家背我老婆面，在单位啊又碰上你。不过说真话啊，今天审欧阳菁啊，让我对李达康刮目相看。我也没想到李达康会是这样的人。我只听别人说过他霸道，而且还无趣。除了工作之外，别无爱好。问一下欧阳菁，他和王大陆的真实关系。大康，如果我跟你说，这么多年，我跟欧阳的关系从来没超过友谊的范畴，你信吗？信，真信。你的这个信，
你的这个从不怀疑，是深深的伤害了欧阳。那李达康和高玉良那儿有什么新情况吗？没什么新情况。哎，那对老狐狸。我昨天见他们的电话录音，你听了吗？听了。我反复听了好几遍，没找出什么漏洞啊。你找不出漏洞，你可以剪呐啊！你剪接，你剪出点有意思的东西。那我实在是剪不出来呀。另外，这齐厅长他警告过我，不要对高玉良书记做任何文章。龙哥你也知道，这齐厅长是高书记的头号大弟子。你甭怕他，他知道你是我的人，要不也不会用你。哎，这我明白，明白。哦，对了，对那个侯亮平的监听怎么样？听出什么没有？这侯亮平，他相当的谨慎，从来不在电话里谈工作。无论如何，你把他的行踪给我盯住了。我总算明白了，只有单纯，才能唯美。别抒情了啊！今天是欧阳靖的生日，你们给他过生日吧。生日蛋糕准备好了，就在门口。欧阳行长，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呢。是，有点相见恨晚。现在也不算晚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吧。把手铐解开。欧阳行长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吧？你女儿一直在国外，好几年没陪你过生日了。今天我就替她给你过个生日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说实话呀，我挺同情欧阳靖的。这梦毕竟不是现实的，所以做人还是得勇敢点，直面惨淡的人生。做咱们反贪就有这点好处，从别人的教训当中得到自己的警示。人不能太贪心啊！哎，我跟你说过没有？我办的那个小官巨贪的案子，对我震动很大。就是那个处长，有一房间的钱，但自己一张都没有。老话说的，广厦万间，夜眠7尺，良田千顷，日进3餐。可惜啊，看不透的人太多了。那个贪官趴在钞票上哭的时候啊，我是既怜悯又鄙视。生而为人，还是应该有所敬畏。说得对，可那些贪官啊，要么贪婪，要么恐惧，要么贪婪恐惧兼而有之，唯独没有敬畏。这一来就没有底线了，不出事才怪呢。龙哥，齐厅长让我转告你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：前天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和省纪委书记一起到吕州做了考察，在易学习的陪同下，重点去看了你的美食城。齐厅长让我提醒你，千万别往枪口上撞。知道了。我们家老爷子昨天晚上给我打过电话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还是咱们老爷子高瞻远瞩啊。废话。那我就想不通了啊，你们这汉东真就没王法了？啊，有权就可以这么任性啊？真就一朝天子一朝臣了？说谁说不是呢？荣哥，这新来的省委书记他到底想干啥呀？还有那个什么易学习，啊，这个人我知道，外号一根筋，在整个这汉东这区县一级做了30年也没升上去，他捣什么乱呀？他跟这儿。据说这回可是要升了，新来的省委书记看中他了。欧阳菁从没想过会在这里度过50岁的生日。作为李达康的前妻，一向高傲的她心里充满了无法对外人诉说的小女人般的委屈和寂寞。
而这一刻，他所有的强硬和傲慢，瞬间被这闪烁的烛光击垮了。林花花，今天就好好陪欧阳靖过一次生日吧，不要主动谈爱情。哎，程柱，你说大风厂那块地，这高小琴和祁同伟会不会联手黑我呀？那他们不敢吧？这次是真的让这个新来的总指挥孙连成给办住了。这孙连成不是丁义珍，他不收礼、不吃请的，而且还不办事儿，整天就知道抱个望远镜在那儿看星星。那好办，啊，直接送钱送股份。哎，我还就不信了，这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林检察官，你给我过生日让我真的很感动，真的。你不是想知道这50万是怎么回事吗？我今天就告诉你，那个钱不是蔡成功的，是汉东油气集团的。汉东油气集团，怎么回事啊？他开口了。这怎么又和汉东油气集团扯上关系了？汉东油气集团的老总就是刘兴建，我知道啊，前省委书记赵立春同志的第4任秘书嘛。但是在这儿突然间讲到他，我还是觉得挺意外的。没什么意外的，这些人呢，总是在适当的时间出现在我们预设的场景当中。